皇上，快叫仙姑收手吧！再这样下去，赵姨恐怕不行了。够了，仙姑收手吧。王府，即日起，命人将媚娘锁入寝宫，不准出来。是。你们主仆4人，本是患难与共。 现在突然出现个我，是不是我影响你们生活了？你是说她们姐妹俩？青子，你放心，她们俩本来就那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相处久了，她们会喜欢你的。相处久了，你打算我们5个人一辈子在一起吗？ 青子，我可以和你回药王谷，这是我答应你的。至于红巾和兰陵，不，我说的并非是他们。青子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承认，你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，可我喜欢被你影响的生活。人姐。 你说神仙真的是逍遥快活、无忧无虑的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的牵绊呢？青子。 以后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。在黑风寨，你差点为我死了。你可知道，当时我就在心中发誓，我愿用一切换你的性命。你爹他还没有死。我爹在哪儿？就在你的面前。青子，别怕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 墨雨，墨雨，怎么了？墨雨，你有没有看到青子？啊，他昨天没有跟你在一起吗？青子不见了。啊！青子不见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她？没有啊，她走了吗？慕容清走了。哎，墨雨。啊？她是不是被我们昨天给气走的？没有。 一起帮忙找吧，大大没有怪你们，只是伤心。毕竟他好不容易跟慕容姑娘才……青子，青子，慕容清，慕容姑娘，慕容清。 慕容姑娘，道长，你可曾见到昨日那位身体虚弱的姑娘？
狄大人，这是那位姑娘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。天还未亮，她就已独自上路了。人姐，原谅我再一次不告而别。你我曾经约定过，不必再问为什么。昨天一夜，青子已当是一生一世。今后你我再见，已是青子的来生。慕容琪也不再是慕容琪。青子，你心里究竟有什么事？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？狄大人，凡事随缘，一切都是尘缘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尘缘自也有起有灭，道法自然。狄大人莫要太过执着。傻书生，对不起啊。与你无关。哎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去把慕容清找回来，他现在身上有伤，应该走不远。站住！不用去了，不关你们的事。大大，我没事。师太说的对，缘起缘灭，道法自然。青子离开自有他自己的原因，他有他的选择和自由。我们出发吧，回汴州。黑风寨一案，朕差点就失去唯一的兄长。蒲王流浪江湖多年，朕实在是不忍心。今朕想接蒲王回长安，兄弟重聚。皇上万万不可有此念，将蒲王流放是先帝的遗命。先帝这样做，正是担心蒲王势力过大，那样会威胁到皇上。可蒲王已经流放多年，他的党羽早已不复存在了。即使回到长安，朕也只不过让他养尊处优罢了。他又不参与朝政，他如何威胁到朕呢？皇上，恕臣直言，皇上宅心仁厚，恐怕会给阴谋者钻了空子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蒲王虽然在外，但只要回到长安就是危险。即使蒲王没有反意，也要谨防别有用心的小人将其利用。只因为他是先帝和长孙皇后之子，皇上的亲兄长。陛下，长孙大人此话不假，祸患常基于忽微，吾皇应防微杜渐。楚大人，皇上素以仁孝治理天下，如何为君？用你来教吗？李府，你个小巧中书舍人，竟敢如此对老夫说话！你懂什么君王之道？遂良，不必跟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人计较。皇上，总之万万不可接蒲王回长安。皇上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再议吧。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，后宫武昭仪为陛下诞下皇子，应予以拔擢。陛下刚好缺一妃，不如就册封武昭仪为德妃。好啊，朕也有此意。许大人之奏，朕准了，就请礼部快择吉日吧。皇上，臣以为武昭仪不可晋封为妃啊。又怎么了？朕想让蒲王回来不行，现在朕想晋封一个妃子也不成了吗？恕臣直言，武昭仪本是先帝后宫之人，现在皇上要册封她为妃，此乃有乱纲常，恐怕要贻笑天下呀。张大人，这是皇上的家事，岂容外人智慧？对，此乃朕之家事，无需外人过问。
陛下，皇家无私事，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。皇上贵为九五之尊，应为万民道德的典范。皇上，武媚娘本以削发为迷，便应当一心一意在感业寺为太宗祈福。但是其居心叵测，勾引陛下，像这种狐媚之人，应当远之啊！臣附议。臣也好了附议。够了！皇上，是否龙体欠安？微臣以为此事不妨改日再议，还请陛下保重龙体为先。退朝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真乖。气死朕了！真是气死朕了！参见皇上。好，先下去吧。皇上，何事惹皇上不快？不如叫媚娘替皇上分忧解难。还不是那些老臣，他们总拿朕当孩子，什么都要管。朕这个皇上，还不如让给他们算了。皇上。朕想让蒲王回来不行，朕想封媚娘为妃也不行。皇上就为这事儿气成这样？这还不够生气啊！媚娘，你为朕生了小皇子，朕封你为妃有何不妥？你可没看见，今天长孙无忌还有褚遂良他们那副神情，一个个厉声言辞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弘文馆的大学士张孝训，他可真是一个古板的酸臭文人，他竟然跟朕说。媚娘不讨这个封号，媚娘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就已经幸福知足了。千万不要因为媚娘而影响了你和群臣的关系。媚娘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怨朕？媚娘怎么会怨你呢？皇上记得5年之情，能接媚娘回宫，又让媚娘生下小皇子，媚娘已经感激不尽了。皇上，老奴此时来是否？你进都进来了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皇上，王皇后和萧淑妃在昭仪寝宫外，请求面见皇上。王府，又是你告诉他们朕在哪里？哎呦，皇上，就算老奴不说，2位娘娘也知道。您下了朝，不在甘露殿，就在这儿，还能去哪儿啊？那就让他们走，朕不想见他们。皇上，还是见见吧，毕竟是皇后，还有淑妃。嘿，朕见他们干什么呀？这2个女人，天天吵架，见面就告状，朕一看见他们就头疼。啊，还有今天在朝堂之上，他们的父亲兄长，都站出来反对朕封你为妃，你还替他们说话呢。可是，皇上，素洁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她吧。素洁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个当娘的我也不活了。肃靖皇上怎么了？还不是皇后，她那个养子燕王珠，非要跟素洁比试射箭，结果包藏祸心，不慎猎物，射我皇儿。陛下，钟儿并非有意要射素洁，是钟儿发箭时，素洁她自己跑过去的。皇上，你快听，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素洁怎么会自己跑过去？她难道不知道箭会伤人吗？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跑过去？没准是你们的苦肉计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肃靖皇上到底伤在哪儿了？重不重啊？皇上，那支箭结结实实的射在他的右臂上，血流不止。那只膀子估计是要废了。皇上，刚才御医在给素洁上药的时候，他还哭喊着要见父皇。皇上，你快去看看素洁吧。百家淑妃宫，
许王，皇上来看他了。哎，慢着！素洁这孩子向来就孝顺，他要是知道朕来了，那还不得强忍着伤病起来迎朕？我看算了，别通报了啊！看你这回还往哪里跑？素洁，父王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连眼睛也伤着了吧？素洁。陛下，臣妾说什么来着？淑妃她根本就是苦肉计。陛下，淑妃记恨您封钟儿为太子，故意诋毁钟儿，就是为了让陛下改封素洁。哎呀，够了！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的太子太子。娘什么娘？不争气！皇上，我不都已经封钟儿了吗？啊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皇上，素洁真的伤了，只是因为我不在，她才一直贪玩，所以她……皇上，您怎么了？我在朝上受那些老臣的气，我下了朝还要受他们的折磨。罢了，王府，赶快扶朕回媚娘寝宫。是。皇上。你这个贱妇，胆敢诬陷我的钟儿，现在被皇上厌烦，真是罪有应得。皇后，你又好到哪里去了吗？你把武媚娘这只狐狸精接入宫，就好像搬起一块大石头，砸了自己的脚。皇后，你疼不疼啊？玄瑜参见皇后、淑妃娘娘。你竟然知道我们的身份？玄瑜当然知道，不过这身份已经岌岌可危了。大胆道姑，竟然敢出此妄言！仙家不打诳语，从不妄言。水无常态，人无常事，这是颠扑不灭的道理。否则，二位娘娘也不必来找玄瑜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玄瑜知道二位娘娘同求了一支签，不妨将签文说来听听，一切便将明白了。日月既然同辉，则日月同时悬于空中，意思便是明空。这明空是个法号。明空是武媚娘在感应4时的法号。正是这个明空，现在很得圣宠，他的出现让后宫众人颜色尽失，当然也包括皇后和淑妃娘娘，因此便是日月同辉，百花煞。那明日春来暗欲消呢？明日春来则是百花齐放，明空便已不再当道。这么说，武媚娘也有失宠的一天，但要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条件便在最后的3个字之中。既然是暗欲消，便是按住玉箫上之一孔，拆解开来是玉字少一点，也就是王字。因此，条件便有了，就是要王萧合作，也就是让皇后和淑妃娘娘合作。你让本宫和淑妃合作，这是天意。二位同来3清观，又同求一支签，最重要的是，共同面对一位敌人。笑话！我萧淑妃怎么可能跟他合作？你以为本宫就愿意与你合作吗？若不是你引武媚娘进宫，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？本宫引武媚娘进宫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你独占皇上，自以为就了不起了吗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哼，本宫贵为皇后，而她只是一个妃子，本宫怎么会跟她同根生呢？
两位娘娘都是皇上的女人，都依赖于皇上。若是皇上有什么事，想必你们争出一个胜负输赢也毫无意义了。什么？你说皇上会有事？两位娘娘有所不知，那武媚娘原是修行500年的狐狸精，幻化成美貌女子迷惑皇上。若是再不将其收服，皇上性命堪忧，大唐社稷堪忧。实不相瞒，玄瑜也正是因为此事，才来到长安的。难怪，那武媚娘在尼姑庵落了发，还能将皇上迷住。还有，她那对媚眼，现在看来，分明就是一对狐狸眼嘛。所以，皇后和淑妃娘娘要一同齐心协力，才可度过此危机之关头。玄瑜见过长孙大人。老爷，这位仙姑是三清观玉真公主的好友，十分灵验。就连你我在并州追随先帝时发生的事情，她都……仙姑来了多久了？仙姑来了1个多时辰了。当时我们正要去东山寺礼佛呢，正好仙姑来访。可是1个时辰之前，老夫还在御花园和你见过面呢。什么？1个时辰前，老爷见过仙姑。玄瑜知道长孙大人的疑问，大人可还记得玄瑜说过的无妄之灾？玄瑜正是为了制止这场无妄之灾，才行分身术前来。老爷，夫人，东山寺着火了，烧死了许多香客。老爷，要不是仙姑来访，咱们一家大小真的要去东山寺呢。老夫谢过仙姑救我一家人之恩，那请书房一坐。请。老夫是个直接的人，从来不拐弯抹角，也请仙姑凡事直言相告。玄瑜乃修行之人，从来不打诳语。长孙大人，请说。仙姑此次进宫，并非只为了皇后和萧淑妃吧？长孙大人始终以为玄瑜做事有所企图，是否因为大人自己已经习惯做任何事都要有所求呢？长孙大人，不瞒您说，玄瑜在并州五峰山修道之时，见东方有妖气冲天，算来此妖就在长安皇宫之中。玄瑜为替天行道，才决定来长安除妖。仙姑除妖的确是替天行道，但是否有其事，就另当别论喽。长孙大人也许比玄瑜更清楚，现在小人当道，蛊惑皇上，朝堂安危关乎百姓福祉，玄瑜不可坐视不理。我已算过，今晚的妖孽便会出来行凶，正是抓他的好时机。玄瑜会在太极宫归真观内做法，大人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来看。
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姑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这好像是武昭仪的寝宫啊！啊，走。仙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狐狸精的毛发。刚刚狐妖在弘文馆杀死了张大人，玄瑜刚才灵魂出窍，就是去弘文馆抓他，可那狐妖法力颇深，让他逃掉了。什么？你说张大人已经死了？皇上，王府，外面敲锣示警，出什么事了？皇上，宫中有刺客，张孝胥、张大人在弘文馆值夜被杀死了。啊！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舅父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臣也正是听说此事，才特意赶过来的。长孙大人，可知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张大人的笔记。哦，对，张大人曾经说要给陛下写一篇进言，应该就是这些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把情况说一说。是，当时我们听见张大人在里面一声惊呼。这么说，那武媚娘果然是狐妖所变。仙姑，那我们要不要去告诉皇上，让他赶快离开那个女人？不行，皇上受那狐妖迷惑已久，不会轻易相信你们。那怎么办？两位娘娘放心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玄瑜自有办法让他现出原形。王府，皇上，你说这张大人究竟是怎么死的？皇上，您就别为难奴才了，这大理寺都查不出个一二，奴才怎么能知道呢？皇上，长孙大人求见。快请舅父进来。是。老臣参见陛下。舅父免礼。陛下，老臣有要事相告。舅父请讲。陛下，还记得昨夜，陛下问老臣为何也在宫中吗？老臣是在归真观内，看玄瑜仙姑做法收妖啊。什么？舅父看玄瑜仙姑做法？陛下，张大人乃狐妖所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啊。这不可能吧？仙姑元神出窍时，老臣亲眼所见，不然2名守卫也不可能看见仙姑在弘文馆内捉妖。而且仙姑元神归窍时，手中的八卦绸布内还有狐毛。陛下，仙姑的法力连老臣都不得不信啊。陛下还记得，昨日我们在御花园遇到仙姑，她说老臣家里有难的事吗？朕记得，但是当时舅父并不相信。是。可是当老臣回到家中，仙姑已经在老臣的家中等候多时。本来家人要去东山寺礼佛，可昨日东山寺大火，幸亏仙姑化身及时赶到阻止，才幸免遇难。
竟会有此事。陛下，今日老臣经常出言顶撞陛下，这实在有失君臣之礼。老臣以为自己一心为公，心有社稷，担君之忧，就能像前朝魏征一样犯言直谏。幸亏有先姑点拨，老臣才有所醒悟。这实乃有悖君臣之纲常，让吾皇蒙羞，还望陛下责罚。哎呀，舅父，快，舅父请起。舅父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朕处处还要舅父协助呢。陛下，千万不能让狐妖再在宫中作祟了。那这妖孽今在何处呢？那妖孽就在陛下枕边。仙姑，妖孽为何会在朕的枕边？陛下，那狐狸精就是武媚娘。不可能，媚娘一直温柔善良，又为朕生下小皇子，她怎么可能是狐妖呢？皇上，昨夜张大人之死，您是亲眼所见。玄鱼捉妖追至昭仪寝宫，却见那狐妖已经变回人形，就躺在皇上身边。为了皇上的安全，玄鱼才没有轻举妄动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媚娘昨晚一直睡在朕的身边，一直睡得很香啊。皇上想想，昨晚昭仪寝宫可有什么异样？昨晚确实有些异样，似乎一直有人在敲门，但开了门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朕一直辗转难眠，而媚娘她……昭仪她却安睡如初，是吗，皇上？皇上，武昭仪只不过是狐妖所借助的肉身，玄鱼可以元神出窍，狐妖亦可以脱离肉身跑出去杀人。昨晚的敲门声，很可能便是狐妖作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媚娘绝对不可能是狐妖的。陛下还记得昨晚撕碎的那些纸屑吗？那本是张大人写给陛下的，是劝陛下远离武媚娘的奏折。而且在朝堂之上，张大人也力阻皇上娶武媚娘为妃。由此可见，武媚娘怀恨在心，将其杀死，是极有可能的呀。自古以来，狐媚多能惑主，商纣王正是被苏妲己所迷，才断送了江山。现如今，这妖孽已经在朝中笼络了一派势力，皇上应及时斩草除根，不能再让贤臣枉死。够了，够了！你们口口声声说媚娘是妖狐，那证据呢？皇上若是不信，玄鱼可以让武媚娘现出原形。皇上，您怎么了？快！皇上怎么了？快，朕要回甘露殿。皇上，要不要叫太医？皇上，您慢点。娘娘。严大人，您可知道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这瓶玉丹春，人杰想了1年了，今日得到，正愁少人对饮。怎么？难道你信不过我们姐妹的酒量吗？好酒，这酒值得你想1年。大大不是信不过你们的酒量，而是怕你们太能喝，抢了他的好酒。
严大人，您此次前来，不仅仅是为了看任杰这位故友吧？不瞒你们说，宫里出大事了。这武昭仪怎么可能是狐妖呢？我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叫季玄瑜的道姑，她在白云观助人飞升，此后信徒无数。我当时就对她有所疑问。这修道本来是件好事，可她却借着修道，诓骗他人，蛊惑人心，甚至还替凶手脱罪，真是可恶。这种假道姑，无非是想取人信任，骗钱敛财，江湖上面见得多了。我虽然没有亲历现场，一切都是听人转述，可我私下的确是调查过，那2个侍卫言之凿凿，不像是撒谎，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必要撒谎。这有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自从弘文馆出事以后，皇上便一直头痛，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了，叫那道姑试试武昭仪。当时我和长孙大人也在场，皇上还请三思，毕竟皇上与昭仪素来情深。严大人，难道你是怕了武昭仪这个狐妖不成？若是玄瑜无法让狐妖现身，皇上可将玄瑜赶出宫去，继续宠爱昭仪。王福，去请媚娘出来。是。皇上，快叫仙姑收手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昭仪恐怕不行了。够了，仙姑收手吧。王福，即日起，命人将媚娘锁入寝宫，不准出来。是。这黑心的道姑。严大人，武昭仪怎么样了？她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和小皇子被关在宫里，掖庭宫的宫女和太监也无人敢去伺候她，人人都说她是狐妖，就连朝中支持她的那些大臣，像李义府、许敬宗他们，现在也无人敢替她说话。啊，对了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不许再查张大人的案件。看来皇上对武昭仪还是有情，所以他才逃避此案，于心不忍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样糊涂的皇上，留着他有什么用？就是，应该杀了皇上和那个假道姑，然后把可怜的武昭仪救出来。我的姑奶奶，这个话不能讲的，这是要诛九族的呀！严大人，他虽太过大胆，但他的方法往往是最直接、最有效。墨雨，任杰，你看你收的这2个人，以后你们可真要小心啊！兰陵、红巾，以后不准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墨雨，你不拦着也就罢了，反倒跟他们一起瞎起哄。没想到，你狄仁杰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狄仁杰对朝廷、对皇上，不是怕，而是敬。但这不代表仁杰对一切都是唯命是从。皇上不对的，也要纠正。严大人，仁杰这就跟你去长安。我倒要看看这季玄瑜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好，我来正是此意。不过，让我来请你的，并非本官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是谁？等到了长安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
言立本参见皇上。皇上，狄仁杰已到。狄仁杰参见皇上。墨雨参见皇上。兰陵、红巾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狄仁杰，看来你在汴州生活的不错嘛。原来只有墨雨鞍前马后，现在又多了2位美女。回皇上，他们是仁杰的朋友。皇上，请放心，他们随仁杰出生入死，绝对信得过，是仁杰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狄仁杰，最近宫中怪事连连，想必严大人已经告诉你了。回皇上，仁杰已经明白了，请恕仁杰直言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狐妖，只不过是那个仙姑在背后兴风作浪罢了。可是张大人离奇死在弘文馆内，门窗紧闭，现场又是那般恐怖。还有，朕亲眼看到仙姑用照妖镜令媚娘现形。但皇上心中还是有所疑问，否则就不会找仁杰到长安了。朕心中是有疑问，可不涉与媚娘的感情啊。仁杰明白。皇上，仁杰和武昭仪在感业寺相见，虽然交往不多，但能看出来武昭仪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皇上，微臣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武昭仪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却3番几次被命运捉弄，真是可怜。皇上，后宫的争斗甚为险恶，而且一般都牵扯到朝中的各方势力，里面的关系其实是错综复杂，真相究竟如何，还需仔细的查证。此事厉害，朕自然清楚。狄仁杰，感业寺和黑风寨2宗大案，你都见有奇功，可见你能力非凡。朕这次命你潜入后宫，彻查张大人被杀一案。不过你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此事牵连皇后、淑妃，还有长孙大人，朕不想让他们知道。可是皇上，后宫并非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，仁杰又不能暴露身份。这次查案，恐怕真的有点困难。狄仁杰，你的这些顾虑，朕早就替你考虑清楚了。只是不知道你又多带了2个人。王府，皇上，这事还能安排吗？皇上放心，您吩咐的事情，奴才一定办妥。宝宝乖。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之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16群。狄大人，仁杰还记得昭仪在感业寺做的这首诗，昭仪对皇上的情谊，连仁杰都为之感动。不知道昭仪是否后悔？既是真情，又有何悔？好，果然还是仁杰1年前认识的武媚娘。狄大人觉得媚娘会变吗？任何人都有可能变，况且是在皇宫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地方。在众人眼中，媚娘的确是变了，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妖。媚娘倒是无所谓，只是刚出生的皇儿也无辜受到了牵连。昭仪，仁杰来正是为此。感业寺仁杰还你清白，现在还是。媚娘和皇儿谢谢狄大人。狄大人，是严大人叫你来的吗？昭仪果然冰雪聪明，是严大人叫仁杰来的，但是叫严大人去找仁杰的，却是皇上，所以仁杰才有机会扮成太监，来后宫进行清查。那这么说，皇上还相信媚娘？依仁杰来看，皇上现在应该是半信半疑，但皇上心里放不下昭仪，却是真的。昭仪，请放心，仁杰知道后宫的规矩，为了避免皇上以后起疑心，仁杰只负责送饭打扫，不会给昭仪添麻烦的。至于随凤侍寝一事，仁杰有2个朋友可以帮忙。
小六、小七，你们进来吧。小六、小七，参见昭仪。参见昭仪。快起来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媚娘知道二位并非宫女，在媚娘危难之时前来帮助，媚娘真是感激不尽。以后这些虚礼都免了吧。哎呀，都是傻书生啦！说什么让我们在宫里说话一定要小心点，还说如果出什么差错就会掉脑袋。就是，要我说，都是狄仁杰太谨慎了。你看，昭仪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们又干嘛装模作样的在这端着呢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怎么最后都怪在我身上了？狄大人说的没错，皇宫确实不比其他地方，二位还是小心谨慎的好。不过在媚娘这里可以除外。在这里除外就好啦。哎，昭仪要小心啊，这两个姑娘可不是寻常的姑娘，这样让她们随便起来，那可真不得安宁。狄大人言重了，媚娘倒觉得轻松自在也是一种乐趣。尤其在眼下这种时候，尤为难得。昭仪如此气度，困在这皇宫里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这要是以前啊，我一定拉着你去做女飞贼。女飞贼？是啊。对，他们俩以前是女飞贼，所以自然觉得做女飞贼就非比寻常。喂，傻书生，女飞贼怎么了？我们那是闯荡江湖，劫富济贫，那是既潇洒又有义气的。潇洒也好，义气也罢，媚娘最看重的就是真性情。好一句真性情！傻书生，你这次可算是说对了，武昭仪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救的人。武昭仪，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那些冤枉你的人就交给我飞鸿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飞鸿金？哦，我叫飞鸿金，不是什么小七。哦，昭仪，我也不是什么小六，我叫飞兰陵，是飞鸿金的姐姐。我们在汴州与狄仁杰不打不相识，这其中的故事我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原来二位是侠女，媚娘失敬了。哪里啊？我们在宫中啊，还是按照我们自己腰牌上的名字叫好，都要习惯自己的身份，不然早晚会出事。不要忘记皇上说的话，他不想让皇后他们知道这件事。狄大人，那媚娘该如何称呼你呢？昭仪就叫人杰小四吧。小四、小六、小七，那怎么没有小五？昭仪，小五在此。墨雨少侠，小五拜见昭仪。快快请起。昭仪娘娘，我们刚刚来的时候碰见了给您送饭的小太监，小五见饭菜凉了，便去给您热了热，所以来迟了。诸位今日之情，媚娘真的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昭仪若要报答，就好好照顾自己。昭仪先用膳吧，顺便跟我们讲讲张大人出事那晚昭仪寝宫的情况。如此说来，那晚令皇上难以入眠的撞门声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昭仪。不知为何，那几日我睡得特别安稳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些事情都是后来宫女告诉我的。那由此可见，昭仪一定是被人下了迷药了。昭仪，你可还记得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你都吃些什么？那些日子，媚娘都同皇上一起用膳，并没有吃什么特别的。有一天晚上，皇上又听见了撞门声，然后他大叫从媚娘的寝宫跑了出去。后来媚娘被惊醒，待得媚娘冷静之后，查遍了整个寝宫，想找到一些线索。后来在门缝的边缘发现了一样东西。就是这个。是血。莫非这血迹是留在门框上被昭仪发现，然后用绢帕擦了下来？正是。这不是人血，时间有些长了，嗅不到。但我敢肯定，这不是人血。
难道这起跟撞门声有关？老奴给昭仪娘娘请安。王公公免礼，这几日谢谢王公公。娘娘言重了，老奴在后宫30年，什么事没见过？有些事情，即便亲眼所见，也未必是真的。我们做奴才的不能多说，皇上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得做什么。王公公，媚娘明白。王公公匆忙而来，可否有什么事情？嘿，小四啊，我这儿真有份好差事，我这思来想去的，就你最合适，所以我才匆忙赶来。这弘文馆出事以来，一直被封，宫中众人受妖狐之言蛊惑，不敢靠近半步。大理寺的人查了几日，刚刚通知我们内侍监，说可以打扫卫生了。王公公说的没错，此事确实应该交给小四来办。嘿，当时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。一股骚味儿，果然是狐狸毛。一只狐妖作案，竟然留下这么多的毛，真是生怕天下人都不知道它是只狐妖。这门和窗丝毫都没有破损的痕迹。守卫也说，当时没有任何人进出，就张大人一个人在里头，而且把门和窗都从里边拴上了。难道凶手会变化无形？变化无形，这听起来倒有几分狐妖的样子。大大，你看，这上面有“陛下”2字，也许就是严大人所说张大人写给皇上的奏折。真是奇怪，这里尽是奇怪之处。凶手既然要让大家以为是狐妖作案，一定会有奇怪的摆设。我说的并非是狐妖作案奇怪。那还有什么地方是奇怪的？这书架和书案都在这儿。张大人无论是写字还是查看资料，也都在这边。为什么尸体和所有的碎纸屑，还有狐毛，却都在这一进门的一小块空地上？即便是狐妖作案，也没有必要把尸体和所有东西都移走。真是奇怪。也许是凶手突然出现，张大人想逃，慌忙中带着自己所写的奏折，被凶手逼到了那边。说不上为什么，我总是觉得现场太奇怪了。王公公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小四接近季玄宇？这道姑平日在宫中的归真观清修，不许任何人打扰啊。不过每日倒是有太监可以去送饭。王公公，不如将此事就交给小四来办吧。当然可以了，我们都是内侍监的人嘛。谢谢王公公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伺候皇上了，你们赶紧打扫卫生吧。屋子这么大，还得收拾半天呢。嘿，开工。谁在外面？
那是见太监小四来给仙姑送饭。放下吧，有劳公公了。仙姑，公公还有什么事吗？小四听说仙姑卜卦算命灵验，所以想请仙姑替小四算一卦。只因小四家里发了洪水，现在家人的情况怎样，小四也不知道，所以想请仙姑大发慈悲。公公，请随玄玉进来吧。谢谢仙姑。公公请坐。公公想要卜卦，可以开始了。难道仙姑不让小四求签或者掷钱吗？你我相对而坐，只要心意相通，无需问卜，玄宇也能答出公公的问题。那要如何做才能与仙姑心意相通？放下成见，坦诚相待。小四对仙姑只是尊敬，并无任何成见。既然如此，公公可以开始问了。我想知道家人现在可否安好？公公的家乡并未遭遇洪水，亲人当然安好无恙。仙姑果然灵验。小四一直听说仙姑法力高强，所以想试一试。公公，法术并非可以轻易尝试，对神明应当存敬畏之心，否则会遭神明惩罚。以后切莫随意乱试了。仙姑说的是，小四以后不会乱试了。开饭喽！哦，开饭喽！嘿，看你们平常飞扬跋扈、骄纵蛮横，没想到还能跟小孩玩在一起。飞扬跋扈、骄纵蛮横，那是对你。你有我们小皇子这么可爱吗？就是，小孩子是最真实的。他喜欢跟谁，谁便是最真实、最单纯的人。来，叔叔抱，给叔叔抱一把。哦，你看，连小孩子都不愿意理你，可见你这个人平常装模作样，虚伪的很呢。唉，稚子何辜，被你拿来评测人心。哎，让我试试。好乖啊！哎呀，哎，叔叔抱。哎呦！哦，秃猪头。哦，有你这样抱孩子吗？怎么抱啊？你们笑什么？我只是在教他怎么抱孩子，有那么可笑吗？对啊，我在跟他学怎么抱孩子，有这么可笑吗？哎，好好乖。童儿若非皇子，我就叫他认你们两个做干爹干娘呢。哦，乖乖。哎，你给我干嘛？我可不是他干娘。大大，哎，我装模作样，他不喜欢我。啊，还是我来吧。昭仪，那还是你来吧。乖乖哦，好乖。这有你们真好，连他都不孤单了。哎呦，红儿，大家别站着，吃饭吧。这书上说，铜镜可以在强光之下，将背面图案投射在墙壁之上，称之为透光镜。那天正是晌午，王福叫我出去，我记得阳光特别刺眼，根本就看不到那面镜子。然后不知为何，我就头痛欲裂。
我想昭仪之所以会头痛，可能是因为符咒的烟雾里有迷魂香。当时的风向正好朝着昭仪处，烟也自然到了她的身上。可是那照妖镜为何会出现狐狸的影子？可与日光有关，是不是就是书上说的透光镜啊？这书上没有说，透光镜为什么可以把背面的图案投射在墙上？但书上说所呈现的是镜子背面的图案，可见玄机都在镜背之上。那日光只是个辅助的条件。要是能想办法找到那面铜镜就好了，看看它背面纹饰里都有些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说不定那镜子背面就有一只狐狸。我在季玄瑜住处的供桌上看到过这面镜子，听王公公说，季玄瑜今晚会和皇上、皇后一起用膳。红金兰陵，我要你们今晚做回女飞贼，去季玄瑜那儿把铜镜偷回来，再还回去。还要还回去？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有做过偷完还还的事情。我要趁季玄瑜回来之前研究铜镜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所以必须还回去，而且要偷得快，还得快，干净利索。墨雨，哎，你和我出宫一趟，我要去调查季玄瑜的身份。天黑之前，我们回来和红金兰陵会面。好，你放心去办事吧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可是季玄瑜的背景，连天机堂都无从着手。天机堂查不到的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试一试。原来你说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！我差点忘了，感业寺一案中，这个城隍庙还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城隍庙曾经赢过天机堂，我们并非毫无希望。大大，我们身上的钱不多了，您要小心发问。请问城隍，现在在宫中兴风作浪的季玄瑜道姑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还记得上次我问王昭燕的行踪，抽到的正是死签。当时城隍并没有发话。狄仁杰，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，城隍虽然知道，但是一句也不能说。为何不能说？难道季玄瑜真的是神仙，说不得？并非他说不得，而是他背后的势力说不得。他的势力太大了，我不敢说。墨雨，身上还有钱吗？只有最后一锭了，填到香油箱内，给城隍爷爷。请问城隍，这世上是否有能制造出透光镜的能工巧匠？当然有，此人人称神境书生，现在就在长安，可他居无定所，性情古怪，很难找到。大大，看来你又遇到难题了。据说长安城有100多万人，这样的范围，凭你我2人之力找这么一个人，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呐！我们找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况且找人的不止我们2个。放心吧，多谢城隍相助，人杰告辞了。这道姑的住处真够简朴的。要是以前，这样的地方我飞鸿金看都不看一眼。别的说了，赶紧找吧，时间紧迫。
我在季玄玉著述的供桌上看到过这面镜子。红巾，找到了。哇，想必这个就是狄仁杰所说的那面铜镜。我们拿了，赶紧走吧。 没想到这假道姑还有如此珍宝贝。红巾，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偷这个首饰盒？狄仁杰说过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快走吧。姐，这贼不走空的。况且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那个假道姑的吧？那也不行，走。姐，祖师爷爷道圣的印章，只要是他的东西。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偷来的，他都会刻这个印章的。真的，师傅告诉我们的。道圣，红巾，既然我们决定跟随狄仁杰，就不再是贼了，所以这个不能拿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赶紧走。 狄大人，可查到什么了？可以说查到了，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查到。季玄玉背后的势力非常强大，无论是大理寺的天机堂，还是江湖中的城隍庙，都问不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。红间兰陵还没有回来吗？哦，他们入宫不久，可能不熟悉路。要不要我去接一下他们？算了，等等吧。 一切是否顺利？飞贼姐妹并非浪得虚名。有没有被人发现？我们姐妹偷东西从未失过手，被人发现岂还了得？就是这面镜子，那天的强光虽然特别刺眼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。对了，你们出宫有什么收获吗？照妖镜倒是有点眉目，但季玄瑜的身世仍是一个不解之谜。狄仁杰不是说过，一个大问题旁边总有许多小问题，也许这些小问题解决了，大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。奇怪，这面镜子的背面根本就没有狐狸的图案。 难道这不是《铜镜传》里面记载的透光镜？大大，你不是命长乐帮去找神境书生了吗？也许他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谁是神境书生啊？是这个世上还能再造出透光镜的人。时间不早了，红间兰陵，把这个送回去吧。放心吧，这就去。走了。并非是他说不得。 而是他背后的势力说不得，他的势力太大了。莹莹，你是否怨我？要是那日我没有前去抓你，也许你早就已经浪迹天涯，自由自在。可如果那样，依依就不会遇到大人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你饱受血亲虐待，出手杀他也是迫不得已保护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沈天明要去抓你？为什么我沈天明如此刻板？大人并非刻板，而是坚守原则。 大人是个好官，好官。大人不可以放走莹莹，大人这样放走莹莹，便是触犯了大唐律法。莹莹不想
让大人放弃自己坚守一生的信念，这样，大人便不是莹莹所爱慕的大人了。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能看着你死。即便我们这样逃走了，一辈子也都是逃犯。莹莹和大人的家人怎么办？按照大唐律例，他们会被株连。难道要让他们跟我们逃一辈子吗？我沈天明，以为自己坚持的原则都是对的，谁知道，这是我犯下的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如果你们愿意，这个错误还来得及弥补。季玄瑜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因为你们需要我。至于我是如何进来的，那只是悬于一念之间的事。大人跟这位道姑认识？这件事情一时很难说清楚。茵茵姑娘，玄瑜知道你是个多才多艺的难得女子，不仅练得一身好功夫，还做得一手好文章，却因自小与薛家定亲而嫁给素未谋面的薛庆。薛庆生性好赌，还时常打你。在一次争吵中，你实在忍不过，错手杀死了薛庆。申大人，茵茵本是无辜的，你为何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看相算命对玄瑜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。莹莹，不要相信这道姑。季玄宇，你到这里来究竟是要干什么？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说过，只要我想，哪里都去的。而玄宇要做的事，也就是大人要做的事。救茵茵。不行，我不要逃走。茵茵姑娘不必担心，玄瑜不是让你逃走，而是让你飞升，白日飞升。飞升。申大人，申大人，二位，你这次似乎在牢里待了很久啊。二位大人一直在这等本官吗？啊，我们等你有一会儿了。可曾见到有人出入？并没有。没有。出了什么事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二位找本官有何事？是不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？啊，我昨日去见了季玄瑜，那个道姑似乎真的有能看穿人心的本事。我让红金兰陵夜晚趁他不在的时候到归真观偷那个照妖镜，没想到反而中了他的计，害得武昭仪被陷害，打入了冷宫。那二位以为，这个季玄瑜为什么要进到后宫，妖言惑众呢？我一直认为，那个季玄瑜之所以来皇宫，是皇后请来对付武昭仪的。这个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吧？申大人，你可知道城隍庙？城隍庙。城隍庙是唯一可以和天机堂一较高下的情报资料搜集机构。天机堂用的是官府的势力，而城隍庙用的是江湖力量。我昨日去了城隍庙，原来这季玄瑜的秘密连城隍庙都说不得，可见那背后的势力强大。但人皆敢肯定，此事并非后宫争斗那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申大人，你可知道什么东西会被黄鳝的血所吸引吗？黄鳝，蝙蝠。蝙蝠是最嗜黄鳝之血，方圆5里之内，只要黄鳝血出现，闻风而动。原来是蝙蝠，那这就对了。张大人死的那晚，昭仪寝宫的门上便留下了黄鳝的血迹。正是这个血的味道吸引来了蝙蝠，蝙蝠没有落脚点，便不停地撞击这扇门。
又因为蝙蝠比人快很多，所以当皇上开门的时候，便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形同鬼敲门。怪不得皇上一直听到撞门的声音。黄鳝血涂在门缝之中，很难被人发现。蝙蝠去了又来，皇上头痛症便又发作。只是，是谁把那血涂在门缝上？季玄瑜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归真观内做法呀。对呀。再说了，昭仪寝宫方圆5里之内都是皇宫，哪里来的蝙蝠呢？除非有人把蝙蝠抓住，又放入宫中。这样说，季玄瑜在后宫肯定有内应。白日飞升并非是一种妄想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为其苦修一生。可飞升谈何容易？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样样备齐。玄瑜算过，申大人和茵茵姑娘八字相合，与仙道有缘。中秋之日正是你2人飞升之时。如申大人和茵茵姑娘愿意，玄瑜愿带你们回归真观清修，并助你们飞升，在天上做一对神仙眷侣。可茵茵身为死囚，怎能不出这天牢？而且，茵茵不想连累申大人。这点你大可放心，玄瑜会说服皇上，特赦茵茵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玄瑜所说千真万确，绝无半句虚言。莹莹，别听这个道姑胡说八道。季轩宇，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可是你千万别想利用我和莹莹。中秋之后必要被斩首，难道你真的甘愿就此放弃？申大人，难道你连一点弥补过错的机会也不给自己吗？即便你们不相信飞升，那也应该相信，这是一个摆脱命运的机会。申大人呐，我都绕大理寺一圈了，总算找到您了。不知王公公找下官何事？申大人，这大理寺天牢中，可否有一位叫上官英英的女囚啊？公公要找英英？不是老奴找，是玄瑜仙姑找。皇上特赦上官英英，准其与仙姑修炼，3日后准备飞升。还有大人您，仙姑说了，这飞升啊，得有您和英英姑娘一起才行。至于能否飞升，皇上说随您意愿。申大人，老奴不知道是做神仙好，还是做大理寺丞好。还有3天，您可以慢慢想。不过，这对于死囚而言，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。申大人，带老奴去见见上官英英姑娘吧。好，那请王公公随本官来。请。请。王公公，可否请王公公等一等本官，让下官就此事跟英英姑娘交代一下。如果英英姑娘确实想跟仙姑修炼，那下官自会把她带出来。好的。多谢王公公。大人，
是不是飞升的事情有什么消息了？陛下要特赦你，让你随季玄瑜修炼，准备飞升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夜莺，相信我，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大人，3天后茵茵就要被斩首，就算有什么阴谋，茵茵也要试一试。毕竟这是皇帝特赦，不用逃，不用连累大人，茵茵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出这个大牢。是啊，名正言顺地走出这个大牢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夜莺，为了保护你，这3天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中秋那天，是否飞升，请让天明自己决定。这位就是上官英英姑娘吧？恭喜你了。谢谢公公。老奴这就带你去归真观。王公公，本官也一起去。哟，大人这就想好了。3日之后，公公就知道了。好，请。狄大人，青姑娘现在是太医署的医女，昨晚我不舒服，整个人又烫又痛，让人去太医署请太医，可是大家听说是给我看病，便无人敢来，只有青姑娘愿来替我诊治。这青姑娘是太医署的医女？我也不知道。狄大人，青姑娘已经忙了1个晚上，劳烦你把青姑娘送回去吧。不用了。娘娘，只要按照我吩咐的方法和时辰服药就可以了。明天我再来给您复诊。我送你吧。谢谢你替武昭仪看病。治病救人是作为医女的职责。青子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太医署名医云集，是个钻研和学习的好地方。我报考太医署有错吗？你离我而去，难道只为了钻研医术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问我为什么。就像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一样。青子，你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了。你越来越像一个谜，可我狄仁杰这一生不希望身边的任何人都只是一个谜。你最好不认输，因为慕容清早已经死了。从道观的那一晚以后，就已经彻底死了。现在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仁杰，
严大人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才就在这儿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只是你进来以后只看到慕容清姑娘，不一会儿你就跟她走了。严大人，你要谅解，我家大大见了青姑娘，眼中就没有其他人了。是啊，狄大人，你一进来看见青姑娘在，眼睛便不会去别处了。哎，吴昭仪，你刚刚说的话能否再重复一遍？我说，你一进来看见青姑娘在，眼睛便不会去别处了。一进来，眼睛就不会看到别处，眼睛不会看到别处，一进来就看见眼睛不会看到别处，一进来就看见眼睛就不会看到别处。我想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张大人，并且离开了弘文馆。凶手根本就是一直藏在弘文馆内。弘文馆内有许多高大的书架，很容易藏人和遮蔽视线。更何况，当时正好是晚上。张大人在书架间查找资料，凶手趁其不备，用类似于狐狸爪形的凶器扎入了张大人的脖颈，杀死了张大人。凶手杀死张大人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便开始了他精密的一番布置。凶手先将张大人拖到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，撕碎了张大人所写的禁言书，却故意保留写有武昭仪和胡媚的2张纸片，使众人更加相信是昭仪的报复。然后凶手将一早便带来的狐毛撒下，学了一声张大人的惨叫，惊动了门外的2个守卫，便藏到了书架的后边。这个杀人现场太过令人震撼，同时张大人的位置，守卫一开门便能看到。凭着第一反应，2个守卫自然会被吸引过去，而凶手便可以趁此机会从大门离开弘文馆。凶手移动了尸体，又布下了如此复杂的现场，不仅仅是为了让看见的人产生狐妖杀人的联想，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逃出弘文馆的机会。这道理就是昭仪娘娘所说的，守卫一进门便看到了最重要的，眼睛哪儿还会再看别处？当时2个守卫如此，我们大家也都是如此。没想到凶手竟用了如此简单的道理，迷惑了我们所有人。有的时候，越是简单的道理，越不容易想到。如你所言，看来这一切早有部署。守卫说道姑很快便来捉妖，从时间上来看，未免也太过于凑巧了。所以我怀疑是季玄瑜杀死了张大人，离开弘文馆后，又转过头来装神弄鬼。这怎么可能？当时季玄瑜正在归真观内做法呀，长孙大人、王皇后和萧淑妃他们都在场，难道他们通通在说谎，或者通通都是帮凶不成？我倒不相信所有人都会为季玄瑜说谎，至少长孙无忌没有必要。但这一定不是什么荒谬至极的元神出窍，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严大人，你为何这么早就来找人杰？我先去的叶庭宫，没有见到你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季玄瑜要在中秋的时候表演白日飞升，而且他的人选居然是申大人，还有那个女囚。哦，这件事我和墨雨听一位宫女说起过。要表演白日飞升，看来那道姑不只是冲我而来。季玄瑜背后的势力，连城隍都说不得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在季玄瑜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阴谋。以申大人的智慧，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。他又怎么会去配合那季玄瑜呢？这个问题，只有申大人自己能够解答。
仁杰，我问过大理寺的人了，他们告诉我，说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已经随季玄瑜去归真观修炼了。明日就是中秋了，大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申大人去修炼，一定是为了上官莺莺。严大人，墨雨，这次我们一定要赶在季玄瑜的行动之前来揭穿这个骗局。你是说，我们要想办法找出那个飞升的方法？对。季玄瑜似乎有魔力，达成他一切想要做的事情。就连大理寺丞申天命也被他说服。天命和莺莺开始跟季玄瑜修炼，准备中秋日的飞升。申天命、上官莺莺，你二人可是自愿飞升的？回皇上，民女愿意飞升。若真能成为神仙，莺莺会在天上日夜祈祷我大唐国泰民安。听闻你是死囚。是。那么，若你能飞升成仙，朕也乐观其成；但若飞升不成，一样要行刑，不能破坏我大唐的律法。皇上放心，飞升是天意，只要莺莺和申大人在一起，就一定能飞升成仙。那，申大人，你呢？陛下，微臣愿意一起飞升。申大人，此事非同儿戏。自古以来，只听闻有飞升，而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。严大人，您没有见过的事情并非不存在，不过严大人您今次可以亲眼见到了。申大人，你掌管大理寺，责任重大，要三思而行啊！做神仙逍遥自在，不必为了人世间的俗事所羁绊。而且陛下，大理寺人才济济，为陛下分忧解难的人还有很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祝你二人明日飞升成功。皇上，飞升并非轻易可以做到，还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可以。哦，仙姑可细细道来，朕愿闻其详。天时即飞升的时辰，玄宇已算过，乃明日子时。地利即飞升的地点，这需要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共同测出。至于人和，申大人和莺莺八字相合，此二人的命数也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不过还需要飞升前真正的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体，方才可以。结为一体？你这话的意思是？给他们举办婚礼，让他们结为夫妇，便自是一体了。陛下，为了顺利飞升，臣愿意迎娶上官莺莺。这……皇上，道家并不反对世俗的婚姻，阴阳和合亦为我道家的修炼法门之一。明朝他二人飞升，就是一对神仙眷侣，也是我大唐的一段佳话。仙姑，那这婚礼应该如何举办？明日，玄瑜将带申大人到飞升之地闭门修法，莺莺姑娘则在归真观内等待花轿迎娶。花轿将莺莺姑娘接至飞升之地，申大人便奏迎亲曲。莺莺姑娘可自己走入洞房，与申大人完婚。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人打扰，所以玄宇也会出来在洞房外做法。申大人一曲奏毕，二人即可飞升。所谓曲终人散，从此以后，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就是一对神仙眷侣了。老夫非但没有见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那好，老夫明日便拭目以待。那仙姑，方才你说那飞升的地点需要申大人和莺莺姑娘共同测出。严大人不要着急，现在申天命大人和莺莺姑娘便要测出这飞升之地了。申大人，
请你随意选择一个位置。这里就行。皇上，玄鱼算过，茵茵是金命，代表东方。现在玄鱼必要在申大人所站的地方，侧着长安城的最东处是什么地方？谁可知，这甘露殿的最东南方是什么地方？永安坊。那永安坊的最东处呢？王福，派人去查一查。是。皇上，永安坊的最东面是和府书斋。和府书斋，这是谁家的宅子？皇上，和府书斋是太宗时弘文馆大学士和庆的私宅。和庆？朕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和庆因太子谋反案的牵连被问斩了。陛下，听长孙大人这么一说，微臣也想起来了。那和庆乃是当时的太子少傅。那这岂不是罪臣之宅？这怎么能做非生之地呢？皇上，这也是天意，乃茵茵和申天命的八字共同测出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不可更换。虽说那宅子是有些阴气，玄宇可命一人今晚去压宅，去那阴气便可。那仙姑派何人前去？掖庭宫的太监小姒。小姒？你说小姒？王府，宣小姒觐见。是。宣小姒觐见。小姒参见皇上。平身。小姒，明日和府书斋要举行飞升盛事，仙姑要命你前去压宅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啊？皇上，小姒在所不辞。好，王府，朕命你替仙姑准备明日飞升所需的一切物品及事宜。是。仙姑，朕非常期待明天的结果。皇上请放心，玄鱼不会让皇上和诸位失望。